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上个视频里，我们在宜家学习了客厅、阳台和书房里常用的家居词汇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看厨房、饭厅、卧室还有浴室的家居词汇。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咯。先来看我们每天做饭的地方。你们知道这里用中文怎么说吗？对啦，这里是厨房。每个厨房里都会有这个大家伙，它就是冰箱。平时我们会把蔬菜、水果、肉还有饮料这些吃的喝的都放在里面。冰箱右边是我们洗手洗碗或者洗蔬菜水果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小池子，它叫水槽。这个呢是水龙头，这是水龙头的开关。好，我们往上看，上面放着一个很常见的厨房电器。如果你有剩菜、剩饭，可以用它加热再吃。没错，它就是微波炉。放微波炉的这个柜子，我们叫厨房吊柜，因为它是在厨房里吊在空中的柜子。吊柜的好处就是能节约空间，还可以装更多厨房用品。那如果是在地面上的柜子呢，我们就叫它橱柜。这里有一排橱柜，在橱柜上面放着一个我们每天都会用的电器，它是用来煮米饭的，我们叫它电饭煲或者电饭锅。现在这个电饭煲正在打折，而且折扣还挺大。刚才我们说下面的柜子叫橱柜，那它的这个表面叫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台面，更准确一点就是厨房台面。台面上有一个炉子，这是一个用电的炉子，所以我们叫它电磁炉。电磁炉上放着一口炒锅，我们用它炒菜。这是炒锅的锅盖，它应该也是每个中国家庭里都有的。说到炒菜，那上面这个厨房电器就很重要了，就是抽油烟机。它可以把厨房里的油烟都抽走，也是中国家庭必备的厨房电器。
因为刚才那个厨房里的用具比较少，所以我们现在换一个厨房看看。我们来看这个电器，它是用来洗碗的机器。你们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吗？对了，很简单，就是洗碗机。还有这边，这个可以用来做蛋糕、面包，也可以烤肉、烤蔬菜。那它是什么呢？对啦，就是烤箱。其实，洗碗机和烤箱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不是必须的，不像在很多西方家庭里那么常用。哎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一个嵌入式冰箱，这个用来放蔬菜、水果的部分，我们叫冷藏室，一般在上面。下面这个用来放冰块和肉的部分，我们叫冷冻室，或者更日常一点，叫冻室。我又看到一个很常用的，它是用来切食物的，我们叫它砧板或者菜板。还有2个小尺寸的，很可爱。啊，这里有一个比电磁炉更常见的，它不是用电的，而是用燃气的，有火的，所以我们叫它燃气灶。它的火力更大，也更适合中国家庭炒菜。最后，我们看看，有的厨房中间会有一个这样独立的台面，它叫什么呢？我们叫它岛台。在岛台上可以放一些厨房用品，也可以在这里准备食物，当然还可以在这里吃东西。好啦，厨房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回刚才的展间吧。好，我们回来了，这里是吃饭的地方。那你们知道这个空间用中文怎么说吗？我们叫它饭厅，这个厅就是客厅的厅。那这张吃饭用的桌子，我们叫饭桌或者餐桌。餐桌听起来会正式一点，饭桌就更口语，更日常。餐桌旁边的椅子，我们可以叫餐椅。不过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一般就直接说椅子。这些放在餐桌上的碗、盘子、杯子，还有筷子，我们叫餐具。
对，这些都是餐具。好啦，这就是饭厅。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房间。大家看，我现在在什么房间呢？对了，这里是卧室，也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。每个卧室里都不能少的就是床啦。这是一张双人床，床的两边都放着小柜子，我们叫它床头柜，就是放在床头的小柜子。床上的这个垫子，我们叫床垫，也是靠垫的垫。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，还有一个小闹钟。下面还有个抽屉，用来放点小东西，刚好。我们再看床的另一边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柜子，这是我们放衣服的柜子，所以它叫衣柜。我们打开看看，看，我们可以把衣服挂在衣柜里面。衣柜的左边还有一个矮柜子，这个柜子有很多抽屉，所以它叫抽屉柜。抽屉柜上面还有一面镜子。好，这就是卧室了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洗漱的地方吧。现在这个小房间用中文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说浴室。这边就是我们洗手、洗脸或者刷牙的地方。这个小池子我们叫洗脸池，但如果它是在公共卫生间，我们要叫它洗手池。好啦，这个是水龙头，我们在介绍厨房的时候讲过。下面是一个抽屉柜，我们打开抽屉看一下，这里面装了梳子、吹风机这些常用的东西。洗脸池右边有一个架子，我们叫储物架，上面可以放浴室里常用的东西，比如洗漱用品和护肤品。这个胖胖粉粉的冲牙器好可爱呀！现在我们看最里面洗澡的地方，这是我们淋浴的时候用的，所以叫淋浴器。那这个部分叫什么呢？它是花洒，不过这是一个比较书面的说法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会说喷头或者淋浴喷头。淋浴就是站着用喷头洗澡，而不是在浴缸里泡着洗。
那如果是在浴缸里泡着洗，我们就说泡澡。这个用在浴室里的帘子，我们叫浴帘。最后，这个就是马桶啦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，比如商场里，你想找有马桶的地方，那就不能说浴室，而是要说洗手间或者卫生间。比如，这里就是宜家的洗手间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学了厨房、饭厅、卧室，还有浴室的常用家居词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，记得给我点赞、转发，或者帮我热推这个视频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学到了哪些新词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